係嗰班網友，即係咧好似全世界都估到咁，中國嘅經濟咧 exactly 就係增長5%啊，同年頭估嘅一樣啊。呢個我唔係講嗰個經濟增長快定慢，我淨係講呢個預測係點解係不可信嘅咧？我用幾個角度同大家講呢個問題啊。好啦，首先就係嗰個系列咧，今年好賣啲糕。8折之外，啲糕出名好食噶啦。咁就係呢個蘿蔔糕同芋頭糕咧，尤其是咧用大煮臘腸做嘅，比街道你嗰啲唔知乜嘢臘腸嘅好多啦。我哋啲新鮮做嘅，不含添加劑。咁就每盒咧就送多一個果汁俾你喎，送多條果汁俾你。呢個係中國 GDP 神準保5啊！呢個習近平預言成真，呢個係全年嗰個經濟達到140萬億，140萬億。好啦，內地嗰個經濟5%，剛啱係達到年初嘅5%。表面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完成咗嗰個 KPI 嘅報告，呢個就係核心追問。點解個受衝擊嘅經濟能夠跟住個目標嘅咧？嗱，我講俾你聽，中間嘅 fluctuation 咧，即係驚濤駭浪，中間你經歷過貿易戰，美國嘅關稅加到140幾個%，中國又加翻美國嘅，呢個係嚇幾多波波折折，你點可以咁好估嘅咧？呢個係如果經濟穩步向上，年年都增長5%，點解出生數會出現斷崖式下跌？嗱，呢個係我係用幾個唔同嘅角度作靈魂拷問嘅。呢個近3年嘅預測完全啱晒，預測5.2就5.2，預測5就5，預測5就5喎。喂，呢個咧就係牽涉到2個 factor， 一個咧就係年年都係差唔多嘅，都係5。原來個經濟增長咧係梗咗嘅，呢個係，而且呢個預測咧係好準確嘅。GDP 係一個高噪音系統，受好多重因素擾動嘅，理應有啲波動嘅，佢冇波動。譬如話呢個美國減唔減稅啊？呢一個有冇通脹啊？咁個 GDP 就會波動啦。喺大陸嘅 GDP 唔波動，好穩陣，5.25，而且預測5.2就5.2，5就5，5就5，哦咁樣。我哋又睇下人哋點解你係咁叻嘅咧？你嗰個係咪推背圖嚟嘅？呢個係香港2023年政府預測3.5至5.5。嗱，香港政府完全不負責任。你估3.5至5.5咧咁闊咧，你就好易估中。但係中位數4.5，全年預測實際3.2，結果以中位數計跌咗1.3%。3.5錯咗1.3%，即係錯幾多 percent？off 咗40%，off 咗40%。呢一個係韓國估1.6。結果係1.4，係跌咗，爭咗12%。台灣仲離譜，2.1預測呢個2023年出嚟1.31，跌咗幾多啊？爭咗40%。哇！個個都唔好估啊，個個估嗰啲都離晒大譜。香港2024年2.5至3，中位數3。全年實際2.5，跌咗錯咗0.5%，錯20%。韓國2.2跌2，係跌咗9%。台灣又係離譜啊，3.43就變咗4.59。呢個咧係加咗升突咗1.19%，係升突比起個預測多咗30%。錯起上嚟最低係10幾個%，最高係30-40%。中國1%都唔錯，0.1%都唔錯。
結果呈現目標收斂，市場質疑呢份 GDP 係測量出嚟嘅現實咧，還是係目標規定咗佢係咁，於是你就報出嚟咁呢。呢個叫 Goodhart Law。當指標被指為政治治理目標，佢就冇咗客觀測量嘅功能，因為呢嗰啲數據係收斂翻去，跟翻佢一樣。嗱，異常嘅平滑問題唔係在單次命中，係長期，即係除咗疫情嗰年，呢個係除咗疫情嗰2年，根本係非常平滑。咁平滑嘅嘢呢，係冇嘅，即係呢，喺大自然呢，係完全啱規律嘅嘢呢，即係啱完整嘅圓形啊、完整嘅方形啊，呢啲呢係唔存在嘅，係唔存在嘅。呢個 GDP 係受外需地產政策擾動嘅高噪音系統，結果呢，高度收斂，係目標決定咗佢係點嘅。呢個係好啦，我哋睇下啲財政數據。財政收入表現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只係增加 0.8%， 稅收入加 1.8%。我係問你，點解實際經濟增長 5%， 而預算收入得 0.8%， 稅收只係增加 1.8%？ 點解？點解 5% 嘅經濟會變咗係1至2% 嘅稅？呢個就係消失嘅稅基去咗邊度？個 GDP 增長嗰個稅嘅增長跌落嚟，呢個係你點樣解釋啊？呢個係好啦，當統計數據完美收斂，遇上社會行為嘅危機性收縮 ，GDP 擴張 5%， 財政收入 0.8%， 稅收 1.8%。呢個產出同現金對象係嚴重背離，冇對象基礎，冇辦法跟。因為經濟增長就會導致收入增加。呢個你結果唔係，呢個差好遠。增長只係依靠一隻腳，出口有增長，但係核心內需引擎房地產暴跌 17.2%， 你點可以增長 5% 呢？而且呢個係一個象徵嚟嘅，人口斷崖下跌，出生人數得792萬，年內跌幅9年內跌咗 56%， 係家庭唔信任，家庭係靠佢嘅感覺判斷未來嗰20年嘅收入係點，佢哋感覺個經濟好危險，所以佢哋唔敢生仔。增值稅同房地產挾持嘅單腳增長模式，交易活躍度增值稅增加 3.9% 啫。點解？因為增值稅咧，你經濟增長就要開多啲單。房地產跌 17.2%， 呢個係房地產投資跌 17.2%， 內需端偏弱，依靠出口同埋順差。咁樣咧就係就業同收入擴散咧，未必跟得上。嗱，呢個純經濟理論嚟講，你房地產好差，即係內需咧，嗰啲人覺得冇錢，有個負財數效應。出口即使增加咧，啲錢未必拎翻嚟用喎，未必有擴散作用喎。社會體感偏冷，比 GDP 數據更加合理。好啦，9年跌率 56%， 和平期間罕見嘅人口斷崖。中國嗰個人口增長啊，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除非打仗或者大瘟疫，就係或者係嗰個大饑荒，好似呢個3年大饑荒咁樣，冇人口咁樣增長咁樣崩跌嘅。2016年全面三孩嗰時1786，喂，咁樣跌法呢10年跌到而家得返792。和平期間喺10年之內跌咗 56% 個人口增加率，人口出生率，只係得一個解釋。我俾個 similar 嘅嘢睇下。官方轉述民政部資料，呢一個2024年結婚610萬對，
我同大家講係點呢？呢610萬對結婚，即係呢，我哋每年結婚有幾多人？佢分攤幾年嚟到生仔㗎。咁如果用呢一個數，假如每年都係生610萬人結婚嘅話呢，有仔生嘅呢就8-9成嘅啫。咁應該爭540萬個仔到啦。9成有仔生就540萬。呢個係第一胎，有咗第一胎呢先有第二胎嘅。咁加埋第二胎、第三胎呢，至多係第一胎嘅1/3至1/4，加120萬人，600幾萬。呢一條結婚數就會導致出生 BB 數跌到600幾萬。生育報告生育政策係唔會睇你政府報告，係睇風險，佢係睇自己感覺到嘅風險。GDP 可以靠外需政策維持增長，但係就業同埋收入，啲人覺得冷，係人口崩跌嘅伏線。家庭係根據家庭風險，而唔係你嗰啲數據嚟到作出生仔嘅決定嘅。2025年出生只係792萬，比舊年都跌17%，呢個好驚人啊！一年跌17%。2016年嗰陣時1786萬，9年減少咗994萬，跌咗56%。呢個唔係一次性喎，係連續下跌。你睇佢係連續下跌，係持續下跌嘅。你點解釋呢？呢個係最合理解釋呢，係家庭部門對未來嘅折現率暴升，即係佢估計自己嘅前景嘅收入係唔會增加到，前景唔好，負擔唔起生呢個仔，因為生個仔呢係20幾年嘅 commitment 嚟嘅。對就業、房屋流動性嘅預期惡化，所以唔會生仔。家庭用生育呢個最長期，你要對未來20幾年，你有個睇法。最不可逆嘅決策，生咗仔出嚟呢，你就要養，投下對前景不信任嘅一票，唔敢生。嗱，人口長週期負回饋，人口數據係比 GDP 更加真實。人口收縮咧係會導致冇生仔啊、房屋、教育嘅需求下降嘅。咁於是到資產階級呢啲咁嘅需求下降，嗰啲資產價格就會下跌，於是資產負債表受損，未來嘅預期更加差，於是生少啲仔，呢個變咗一個咁。內地經濟真正嘅硬傷係高債務資產負債表，已經負好多債，而人口斷崖式收縮，隨着老齡化加劇，公共負擔上升，內需好難增長。鏈式反應，婚姻數據顯示不信任投票，2024年610萬對，結果呢個係滯後嘅，結婚數目跌咗20%，呢個係婚姻先崩，生仔再崩，呢個行為數據嘅鏈式反應，即係咧你100個人生仔，你唔好理佢啦，10年、20年生仔嘅機會咧，其實80幾個%啦，80幾個，1萬人生仔1萬人結婚就會有8000幾個 BB 咯 ，throughout their life 嘅第一個 firstborn， 第二個同第三個加埋係1/3或者1/4咯。家庭用腳同子宮嚟到投票，未來嘅出生率會繼續受制於崩跌嘅結婚率。好啦，呢個係對未來折現率嘅暴升，而唔係價值觀嘅改變。家庭咧生仔個最長期嘅不可逆嘅決策 ，ultimate long-term investment， 你生咗咧，你就要投資20幾年。斷崖式下跌係因為家庭對未來嘅預期、就業、收入、房產價值、社會流動率嘅睇法急劇轉差，唔敢生仔。家庭部門咧因此減槓桿、去風險，生育本身就係一樣好危險嘅嘢，因為咧你係負起上咗一個無邊嘅責任。俄羅斯嘅競象和平時期急跌，我揾個歷史，只係試過10年咁樣跌嘅法嘅，只係得一個國家。大國俄羅斯，
俄羅斯喺90年代和平年代由2.01跌到1.16，由91年開始，95年至2005年和平時期嘅生育腰斬，其實就係社會對未來可預期性、對前景估計好差所致。背景1989年至1999年總生育率由2.01跌到1.16，產出崩塌、通脹失控、制度不確定。呢個1989年至1991年蘇聯解體，結構斷裂，和平時期生育腰斬，係社會對可預期性嘅信心崩塌。當時俄羅斯嘅經濟就係崩潰嘅，同出生率一致。出生率嘅崩跌係同個經濟一致嘅，同當前中國官方話穩步成長，呢個簡直係難以解釋。結論係呢種宏觀敘事同微觀行為嘅反差，係比俄羅斯案例更加令人不安。嗱，呢個就係俄羅斯嘅經濟，呢個俄羅斯經濟1989年呢條係零，係咁樣插水法個經濟。所以個生仔嘅數目就喺呢度，個生育率呢10年係咁樣下跌。後來呢個經濟好翻啲咧，佢又慢慢升翻啲。佢係由呢度崩塌落嚟嘅。然後1990年我哋截呢條數啫，其實喺呢度1980幾年已經開始崩塌。戈爾巴喬夫上去。個生育率係由17一路跌落嚟，跌到8，跌一半，跌一半都唔止啊！跌一半都唔止跌咗60-70%，正係因為經濟下跌，所以生育率下跌。官方敘事而家中國穩步成長達標成功，家庭行為咪危機式收縮，唔結婚唔生仔。呢個暗示問題唔係單一年，係對未來嗰幾十年嘅睇法。外界嘅質疑唔係唱衰，係要求可驗證性。唔該你查清楚佢。GDP 連續估中，我只可以懷疑你作假。喂，估到少數份位都啱嘅，咁你就作假咯。呢個就係冇可能咯。估中一次夠運，年年都中，年年一樣嘅，你估有冇人信啊？但係稅收、房地產、出生數據全部背離，唔係唔信5%，係5%冇辦法解釋。經濟健康驗收 GDP 目標，1年3年都係5%，稅收增加得慢，房地產大跌，結婚同生仔都大跌，你點解釋俾我聽？第一套故事永遠達標，經過修飾嘅宏觀報表，5年都係3年都係5%，結果用真金白銀一世承諾投票嘅家庭現實，收縮避險，斷崖下跌。當宏觀數據同微觀感知徹底斷鈎，我哋就要學會透過裂縫睇到真實嘅經濟地貌。人口同埋現金流先係呢個世界唔會車大炮嘅嘢，好嘛？呢個就係用幾個角度去拆解呢個問題。呢個問題有好多個方法去睇，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。人口喺和平時期崩塌，一定係經濟前期非常危險同唔明朗，係冇可能年年5% 增長嘅。好啦，今年盤菜下，我講俾大家聽，係加咗料嘅。呢個呢就變咗8個人，由6個人變咗8個人啦。就係有乜嘢？呢個係今年咧係加咗特別名貴嘅食材，有大隻咗嘅12頭鮑魚。呢個魚意鮑汁用往年咧就用花膠，今年用花膠筒。韓國大蠔豉、原粒、北海道瑤柱，唔少得嘅花菇、南乳、豬手粒、螺片、魚肚、家鄉炆腩仔係，仲有發菜喎。呢個係今年有發菜好名貴嘅嘢嚟㗎。呢個係
仲有貴妃雞啊呢啲咁嘅嘢啦。呢個係8個人嘅份量1488，新春價1288。12個人1988，新春價1688。你而家訂去到2月9號呢個價錢咧，包埋送貨，送貨咧喺樓下交，唔可以送貨上門，因為我哋大貨車又唔停得。而屋邨咧就村外交啊，政府屋邨都係村外交，唔該你行2步。送貨日期係有10幾日嘅，2月7號到2月20號。你要送貨邊日送貨呢？早5日通知，尤其是年30晚嗰2日，年初一年初4開年，年初7行呢個人日呢，你就預早 book 咗先啦。因為呢，每日送貨，每日即係做得咁多嘅啫。大家可以去揀門市自取啊，去門市自取呢，單咗送費就送翻呢個古法羊腩煲俾你，新鮮喺香港製造，每日能夠做嘅有限，能夠送嘅有限。希望大家食個新春盤菜，身體健康，福滿團圓嚇。係各位網友嗱，大家睇見琳琅滿目呢個燒貓貓嚇，經營到第6年，阿蕭太用咗半年時間搜集過年最靚嘅禮盒，全台灣嘅精華係俾大家嘅。有啲嘢咧好得意嘅，即係譬如咧呢啲係大藝術家嘅咖啡，全部都係世界上咖啡豆比賽頭3名，而且有幅名畫喺度。嗱，呢幅名畫大家認唔認得？自由帶領人民，自由帶領人民。蒙羅麗莎。咁呢個烏魚子啦，又出翻一口烏魚子啦。仲有我發現呢個好食嘅喎，烏魚子餅乾喎，呢個係烏魚子夾心餅乾，好好食。Anyway， 仲有7件櫻糖啦，大家睇見充滿各樣特色嘅，大家先上網睇睇先，我會逐樣介紹俾大家嘅。